国政，最近国际发生一件大事，你看到这是美国的国防部长，他竟然在第7舰队干嘛？他在做伏地挺身。导播，你看这个照片，哇，跟所有的军官一起做哦。他除了是什么？他除了要跟这个军官们要凝集他的士气之外，做这个伏地挺身是要干嘛？他秀肌肉给习近平看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川普的内阁现在越来越多的鹰派，自从马斯克走了之后，整个鹰派就在对中国鹰派都在川普的内阁抬头了，包括卢比欧对于中国国际学生马上要取消资格，以后中国留学生要去美国留学非常的困难。那卢比欧是代表外交体系，接下来国防部长也出现了，所以鹰派全面抬头，亲中了，几乎声音都不见了。所以他在新加坡的时候就秀肌肉，而且他来新加坡参加什么？带着美国来参加，以国防部长的身份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，这是一个国际上很重要的对话。所以你看哦，他这个态度是很明显的，他让中国看到我的肌肉是真的。他到底会怎么说？他说每天我们都看见中国军方骚扰台湾。最后面这一句，我们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哦。习近平已命令解放军要在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，威胁是真的，而且可能迫在眉睫。这个讯号，2027真的要打来吗？所以他的态度是很清楚的，已经表态了，包括葛莱仪跟法国的智库都认为，他这一次的发言是非常清楚了，对，就是当台海有事的时候，美国是会出手帮助台湾。当然，台湾有点贡献，你要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，这是鼓励人。这些美国方面的智库都那样讲，可是他是很清楚的表达这些事情，所以对台湾来讲，这并不是坏事，也看到了整个川普内阁。鹰派势力不断的抬头，在台湾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，所以他一直都主张一件事情：我们美国不可能活在中国主导的印太势力里面。他很清楚了，中国是不可能侵占印太势力。当然，有一件事情很清楚，就2027。中国可能会打台湾，那台湾自己要小心这件事情嘛。结果有一个倒霉鬼，一个极强派就站出来讲了。现在韩国都在整总统嘛，亲美的尹锡悦下台之后，当然韩国社会就会出现一个声音，就是我们反财团，反对亲美势力啊。所以韩国的共同民主党就是李在明，他就挑明出来说，他在讲这个时候，等于大家都在表态一件事情呢。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，那大家要不要帮台湾？可是他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今日乌克兰，明天也是可能是韩国啊。所以他就讲说，如果我们大家要来帮台湾的话，那要等外星人入侵的时候，我才会思考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他就是在对中国表态示忠心，所以他讲完这些话之后，央视军事频道马上就讲话了，这个韩国的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，他要恢复跟北韩的对话。再来，他对朝鲜对中国政策其实是把中国视为重要贸易伙伴，而且对朝鲜半岛的安全是影响深远的。要稳定，他会稳定处理韩中关系。代表怎样？他又要走韩国他前一任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。但是台湾，我跟你说，台湾不用担心这件事情，因为这叫倒霉鬼联盟，因为他们上任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韩国的经济就是被这个亲中派给搞垮了。前一任的文在寅的任内搞了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台湾就差一点颁一个叫公债台积电给他。什么叫公债台积电给他？因为这个政党一直亲中之后，就跟日本的关系搞得非常糟，甚至在2019年跟安倍搞翻了。结果安倍那时候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既然跟我贸易摩擦，我们双方都取消彼此的贸易优惠国，我甚至断你的半导体材料，所以就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石科气体、聚甲酰胺，还有光阻剂，禁止从日本出口到韩国去。这些都是先进材料，虽然有些东西中国大陆能供应，但是最先进制成的全部都在韩国。就韩国那时候文在寅说怎么样？我要花2兆美元哦，2兆哦，我要自己研发。结果搞了半天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跑去比利时偷偷进口，比利时进口量急剧增加了400多%，因为韩国自己造不出来。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韩国3星的先进制程，因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些先进材料，跟台积电的竞争就会越抛越脑后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骑墙派真的是倒霉者联盟在跟中国表态忠心的话，我们欢迎他。如果有一天发生在韩国，今日乌克兰、民国韩国了，看了谁要帮他？但是这是好事，他继续亲中，因为亲中不只是半导体3星输了，连记忆体也输了，而且去年韩国还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对中国还出现了贸易逆差，整个韩国的经济都跟着赔上去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。
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